诸位道友，渡劫之人又出来了！当思念飞过夜空，缠绕指尖停留。是他来了，他怪美，比俺在流影珠里见到了还美，而且他长得怪像俺。娘，你们5个离远些，大能交手余波太强，靠得太近会被一掌拍死。拍死以后，回宗无法向宗主交代。再退5丈。阿弥陀佛。长老们去帮宗主嘞！魏苍玄，叫什么叫？老夫打的就是你！上！你为何总打脸？阿弥陀佛，杀人只疼一时，羞辱能疼一生。三长老嘞，扫帚不冲要害，只冲脸，丢人比受伤更难受。推开！哟，背靠背，怕了，2个打4个，还怕成这样？你们几千年的脸全丢光了。一个大成，一个合体，打老夫1个合体加3个化神，还得背靠背，是不是？等会儿还要手拉手？要不要再唱首歌？唱什么？唱我们是好兄弟。唱完了要不要抱一抱？抱完要不要亲一口？一个大成跑得还没老夫合体快，平时不锻炼吧？还是年纪太大，腿脚不行了？要不要老夫给你介绍个医修？食神宗旁边有家医馆，专治老年病。司徒兄，大成来了就跑，大成走了就打合体，跑远了再回来接着打，怪烦人，但怪有用。这是什么打法？打一下就跑，跑完又回来。苍蝇战术，打不死你，烦死你。问题是他们真能打疼，苍蝇不疼，天剑宗的剑疼。突然有点同情反派。同情归同情，记得他想炼化2界。那算了，继续打。你记这个干什么？写教材。什么教材？以后宗门有新弟子入门，照着练。这个俺以后也得学吗？宗家教逃跑，长老教围殴，6师兄负责写教材嘞，恁也学。以后恁负责咬裤腿。100年前，是你泄露本座行踪。若非老夫泄露行踪，你能遇见魔尊？你能儿女双全，1个儿子，1个女儿，多好！旁人想要还未必能有。你们总说老夫勾结魔界，那你呢？你与魔君连孩子都生了，生1个还不够，还生了2个，多好！依你的意思，本座还该谢你。1次是顺便，2次也是顺便，3次还顺便，顺便多嘞就不是顺便嘞，是命里该劈。青猛，你啊！这一切，为我而。娘替哥哥打回来嘞！哥哥虎口裂了，他就把谢千雷虎口也划开，一模一样。俺娘怪公平。捆起来，
交由万仙盟审判。你是大师兄，你上。师妹力气大，理应为师门出力。大师兄修为最高，修为高，不代表扛雷高。炼虚劫一共36道，一道都不能少，躲不掉，也不能让别人替，只能自己扛。为青梦宗主护法。伤势如何？能打，半截剑也是剑。哥哥站在娘旁边，师兄们也在。有人想靠近，就得先过他们这一关，娘能安心渡劫嘞。学妹，带人过去帮忙。是。沈师兄，沈师兄，你吃饭了吗？吃了。吃的什么？馒头。好吃吗？还行。雪妹姐姐追大师兄50年，好不容易站到旁边，聊了半天，只聊出来一个馒头。大师兄确实怪难聊。静心，别怪我。当年还在玉灵宗时，本座便说过，这个男人一看就是祸害，你偏偏不信，非要跟他。如今好了，几百年前的旧账，今天才算；几百年前的男人，今天才打。姬言辞，这是我与静心之间的恩怨，与你无关。本座也不想管，可本座在旁边看着生气，生气便会伤皮肤，皮肤受损就会长皱纹，长皱纹就会显老，显老便不美了，不美了，还如何当神女宗宗主？姬宗主啥事都能绕到皮肤上，但每次听着好像都怪有道理。哼，你打了他一掌，还让他别怪你？只能说本宗主有这个魅力，你看他，还不是对我处处留手？言辞，别说了。你以为本座没看见？方才你的剑偏了2寸，掌力收了3分，身法也慢了半拍。若非你处处留手，怎会被他屡次占上风？白静心，你是不是还想与他复合？我没有。打掌归打掌，破阵归破阵，可千人击败念累9掌也怪好挺嘞。不中，俺不能学论坛那些人，俺也去看娘渡劫。没有最好，你给本座记住，让你失望的男人不会只让你失望1次。
他会让你失望100次、1000次、10000次，直到你死。你死了，他还会站在你的坟头骂你静心。你当年为什么不听我的？你要是真听了他的，现在也是邪修。一个为了强化灵气，竟想用万灵精血祭炼契约大阵的男人，能是什么好东西？他就是一条注定要当邪修的狗东西。姬言辞，你闭嘴！这种男人趁早扔，扔得越远越好，扔到一辈子都看不见的地方。扔完了也别回头，回头就想捡，捡回来还是一样，本性难移。后续剧情更精彩，不想错过的家人们，赶快点个订阅并打开小铃铛，好戏马上回来。你说的对，他的确不是什么好东西。我原以为即便道途不同，他至少是一心为宗门考虑，原以为分宗以后他会带领弟子安稳修行，原以为他心里还剩下一点良知，还会念一点旧情，没想到竟是一个卖宗求荣的卑鄙之徒。白鹤州，老娘当年真是瞎了眼才看上你，瞎了眼才跟你分宗，瞎了眼才让你带走1半弟子。老娘当年给你分宗，是让你寻找自己的大道，结果你的道就是卖宗求荣，你的良心让狗吃了，狗都不吃，狗还嫌硌牙。静心，闭嘴！老娘不想听你说话，你嘴里没有一句真话。当年追老娘的时候，你说会永远对我好，好在哪里？好在把老娘骗进邪阵里炼化，好在打老娘一掌，好在拿老娘的弟子做人质，还是好在勾结邪修？好老娘今天不打到你跪地叫娘，老娘就不姓白。静心，差不多了，再骂就不太好看了。你闭嘴！老娘忍他几百年了，我若不骂他，你回头就该骂我。你骂我，比我骂难听多了。玄月，月气风铃。玄月灵狐本来就能压制那只鹤，刚才白宗主没用，不是不会，是没舍得。静心，我错了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男人的嘴，骗人的鬼。绑起来最省事，不用听他废话，不用看他表情，也不用担心自己心软。心软是病，得治。绑了，带回玉灵宗，炼化元气，以后当客气。以前是宗主来本命寿，以后是谁来都能齐来客气。这惩罚怪伤自尊，但谁让他跟错人嘞？撤！老祖，寸光盾只能传出半里，跑不远。对。诸位，大能追击开始了！俺离他这么远，只能在小方镜里看着。不中，俺想去找他。小燕儿，能看好宗门，别让坏人进来。
俺出去一下，很快就回来。长老让俺看家，师兄让俺别乱跑，影七也让俺别出阵，俺都答应嘞。可娘一个人在挨雷劈，俺就去看一眼，看一眼就回来。俺要去找娘，俺不去打架，俺也去看她一眼。等她渡完劫，俺也去告诉她，俺在天穹宗过得怪好，师兄们都对俺怪好，哥哥也怪好，就是爹有点傻。那再撑一会儿，俺夜期就快到了。不中，他们看俺的眼神不对，怪亮，像捡到零食嘞。小平儿，他怎么出来了？俺出发喽，俺也去找娘，然后俺被抓嘞。那别了俺呀！麻袋怪厚，怪黑，也怪闷，像被装进一个没有窗户嘞屋子。俺睁一下，它紧一下，再睁一下，它更紧，那还是不睁嘞，省点力气。这地方怪豪华。灵玉柱子比魔宫门口类石头柱子还粗，地板亮的能照脸。一个茶杯拿出去卖，估计够天剑宗吃100年馒头，怪浪费。这2个位置应该是韩畴和焚硕嘞，3天前还是大成。3天后被北海之主废成凡人，现在人还躺在战场上，不知道有没有人收，估计也没人敢回去收。粘得怪结实，这里是哪儿？硫磺之域。硫磺之域，邪修、叛徒、杀人魔的老窝，传说进来以后就再也出不去的地方。不中，俺真进反派老窝嘞！能不能把俺抓来？不怕宗主他们进来救俺吗？此次封印是真正加固，从里至外层层叠加，寸寸封死，每一层都有大成灵力助助。从前的硫磺封印是大层邪修无法从内部离开，如今则是大层强者也无法从外界进入。吾等从内部将封印彻底焊死，莫说魏苍玄，纵使大罗金仙下凡，也未必能够叩开此门。他们把自己锁进来嘞，外面进不来，里面出不去，听着怪安全，也怪像给自己修了一座坟。双界试运阵已经回去，需要重新布置。材料不足，此前布置大阵所需灵材搜集了100余年，如今几乎消耗殆尽。若从头搜集，少则数十年，多则仍需100年。况且还要离开硫磺之域，前往外界寻取。针眼呢？被青蒙劫雷正面击碎，碎成了渣，渣也没留下，风一吹，全散了。需要重新铸造阵眼，但阵眼比布阵加困难，灵材难寻，阵纹难刻，灵力难灌，没有3、5年绝不可能完成。就算做好了，谁出去布？只剩一个办法，夺射，夺俺雷射。
把他们类魂塞进俺身体里，可他们大成期类魂怪大，俺类身体怪小，就像大象要钻进蚂蚁窝，怎么看都装不下。老夫寿元所剩无多，这具肉身应由老夫先借用，待老夫飞收以后，再轮到尔等。哼，你的寿元无多，老夫又能多活几年？不必争执，按照年龄排序，年长者优先。老夫此次受创最重，若不尽早更换肉身，道基必毁，理应老夫先来。脸是三长老打嘞，腰是大长老捅嘞，确实伤得怪平均。此女乃魔眷公主，本就是我魔眷子嗣，自然都由魔眷之人优先。不错，既为魔眷之女，便按修为高低排序。老夫修为最深，该由老夫先行。修为高的不急，修为低的才急。不行，为何？他的身体过于年幼，修为也只有金丹初期，无法承受大虫魂体，强行进入，肉身将瞬间爆裂。如此，只能另寻方法，重新布阵，炼化气运。说来轻巧，需要的灵材一件都没有，外界强敌环伺，谁敢出去寻找？你去！早知今日，当初便该直接炼化他一人。不错，只需设法将他引出天宪宗即可，何必布置如此巨大的阵仗？如今四大家族无法回去，万仙盟也无法回去，硫磺之域更无法离开，只能困在这里。最初是你们修仙界主动与我等联合，炼化两界也是你们提出。不错，是你们说两界气运足够庞大，能够让所有人一同飞升。如今失败，反倒怪我魔界。若不是你们派谢千珏抓他，又怎会打草惊蛇？他不躲进天剑宗，我等早已将人带走。他不出来，只能继续原计划。继续原计划，大阵便被雷劈碎，人没有练成，还赔了夫人有折兵。明明都是一伙坏人，赢了时候称兄道弟，输了以后全怪别人，怪这个出主意，怪那个打草惊蛇，怪大阵不结实，就是没人怪自己坏。吵什么？人们是不是忘了啥？忘了什么？那么是不是把俺忘了？大阵没嘞再做，阵眼碎嘞再刻，材料没嘞再找。你们不是还有俺吗？俺又没跑，俺也没死，俺也没被宗主救走。你们急啥？急着投胎呀？你可知自己所言意味着什么？大阵一成，你将被彻底炼化，身死道消，连转世轮回的机会都不会再有。俺知道呀。那你为何催促？咱们早点做完，俺早点完事儿。完事儿嘞，就不用一直关在这儿。这里没有秋千，没有花，没有小方镜，连画本都没有，一个能玩的东西都没有。俺不喜欢这里。你为何不哭，不闹，也不求我等放你离开？哭有用吗？闹有用吗？没用的事儿，俺为啥要做？哭完嘞眼睛肿，闹完嘞嗓子哑，求了嘞膝盖疼，最后那么还是不放俺，那俺不是亏大嘞？又赔眼睛，又赔嗓子，还赔膝盖。这孩子的脑子是否有些问题？俺听见了，俺脑子没问题，有问题的是恁们。8个大人抓俺一个3岁半小孩，还打不过他家长，打不过就算了，还全受伤嘞，受伤就算了，大阵还碎嘞，大阵碎了就算了，我也没办法，材料也没了，恁们8个加起来得有几万岁了吧？混成这样，还好意思说俺脑子有问题？
几千岁了，大人，一块抓小孩，还让家长打得鼻青脸肿，到底谁脑子有问题？可去北海夺取冰魄灵晶。北海之主已然参战，你去抢？魔界矿脉中尚有几种可用材料，魔具如今由少主掌控，如何偷取？可向万仙盟借，借后不还。去北海抢，去魔界偷，去万仙盟借了不还。越说越离谱，怪不得他们活了几千年，还要躲在这里。硫磺之徒，硫磺之徒！明天再讨论吧，先吃饭，俺饿嘞。这里没有饭。那能不能吃啥？辟谷。不辟谷，俺才3岁半，辟谷会饿死嘞。俺要是饿死了，能不能就没气运练嘞？俺饿死了，能不能就等着哭吧？哭也没用，哭不还。你想吃什么？0米，不要馒头。外面的馒头没有4师兄做的好，怪干。俺喜欢软一点嘞。刚出锅嘞，热气腾腾嘞，还要菜，至少2个菜，1个汤。菜要热嘞，不能凉。汤要咸嘞，不要甜嘞。来人！尊主，给这个娃娃做饭。是。0米要煮软，菜别太咸，肉别太柴，汤别太油。出去！俺只是提要求，他们咋一脸想哭嘞？做饭还是得4师兄，4师兄从来不嫌俺要求多。0米怪好吃。这个菜咸嘞，盐不要钱呀。你们邪修是不是口味都怪重？这个肉也怪柴，像树皮，像俺也去啃过嘞树皮。你们邪修牙口是不是都怪好？这个汤油嘞，油的都能点灯。你们喝完汤是不是不用点蜡烛，嘴一张吹口气就能亮？不吃嘞，根本没有俺4师兄做的好吃。俺4师兄做了红烧肉，肥而不腻，入口即化。那么这个柴的像树皮，菜咸的像腌菜。这里只有这些，爱吃不吃。硫磺之域只有妖兽肉，没有你所说的红烧肉。妖兽肉本就坚韧，坚韧才耐饿，坚韧才经吃，也更有嚼感。蔬菜是在城外临时寻来的，这里无人种菜，邪修不种菜，邪修只种人。不吃，下一顿何时有就不知道了，你自己考虑。那还是吃吧，咸就咸吧，总比饿着强。肉柴就柴吧，总比啃草根强。俺也去泡药浴嘞。什么药浴？就是6师兄给俺调的药浴，本来是灵兽用嘞，俺也能用，强身健体，泡完浑身舒坦。没有。没有也得泡，不泡俺咋变强？万一咱们步不成阵，最后还是得夺舍俺。俺不变强，那你们咋夺舍？那你们咋飞升？飞不了升，那你们怎么办？总不能一辈子待在这里吧？没有便是没有。邪修不泡药浴，邪修泡血。俺也去不泡血。怪星，能不能想办法呀？咱们不是大成期吗？大成期连个药浴都弄不成，传出去不怕别人笑话。他们不是被俺说服嘞，是被俺吵服嘞。反正只要一直说，早晚有人受不了。来人！烧水降冰。是。要热嘞，不能烫。尊主，没有浴桶。做。硫磺之域中没有合适木材。这个木头怪香。2尺半，太大。它还要长，它未必能活到长大。万一呢？
变歪嘞，瞳孔得圆一点，底下不能漏水呀。知道。3个大层漆老祖，一个刨木头，一个量尺寸，一个钉钉子，怪不像真嘞，但他们真在给俺做玉筒。做的怪丑，但能用。药材呢？这啥？万年赤血灵芝，万年紫纹何首乌，万年何首乌，高阶妖兽内弹，万年龙麝香，全是好东西。比六师兄给俺配了灵兽药玉好100倍、1000倍、10000倍。六师兄那一桶最贵才100中品灵石，这一桶10万上品都不一定。咋才放这么点儿？再放点儿。一颗够吗？怪宝嘞！够了，勉强中。好舒服呀，暖暖嘞，润润嘞，像泡进一锅十全大补汤，又像春天躺在草地上晒太阳。混沌金丹转得更稳嘞，经脉也怪通，浑身都舒坦。能否安静？俺舒服才哼嘞！啊！凉嘞！还要睡觉嘞。床呢？被子呢？睡衣呢？枕头呢？没有床，俺咋睡？修士不必睡觉，打坐便是休息，入定便可恢复精神。咱们是大成期，能不能不睡？俺也是不是？俺还是小孩，小在天黑就睡觉，小孩的规矩，老天爷定了规矩。咱们小时候都不睡觉吗？咱们没有小时候吗？难道咱们一生下来就这么老？那咱们娘亲怪惨嘞，生下来就是个老头，还不如不生。俺们天剑宗全宗都睡觉，三长老说睡觉也是修炼，睡着嘞时候灵气会自己转，经脉会自己通，比打坐还省事儿。不睡觉就是浪费灵气，浪费灵气就是浪费生命。够了。在殿内隔出一间卧房。是。比外面重一点。这床比爱去天剑宗类石床软多嘞。怪不一样嘞。能穿即可。怪高。这个风怪暖。慢点，阿爷爷是看不见嘞。一个大成帮俺吹头发，一个大成抱俺上床，还给俺盖被子。
怪了！俺到底是俘虏，还是来流荒之界当祖宗嘞？等一下，俺要听故事。什么？睡前故事呀！不听故事，俺睡不着。睡不着，俺也去哭。俺哭起来怪吵，恁们还得疗伤，吵到恁们伤就好的慢，伤好的慢。大阵做的就慢，大阵做的慢，俺就晚死。恁们想让俺晚死吗？慕容，讲一个。老夫，老夫不会讲故事。恁活了几千年，一个故事都没听过？恁小时候恁爹没给恁讲过？听过。那就照着讲。但老夫不会。没事儿，讲不好俺也不笑恁，反正俺也没得选。很久很久以前，有一个小孩儿，他不睡觉，他被人抓了，他还要听故事。给他讲故事的老人很烦，老人想把他扔出去。这个故事咋听着怪耳熟？老人不会讲故事，讲得又慢又干又长，比三长老念经还无聊，像一根活了几千类老木头桩子在说话。后来老人没有扔，因为扔了他会被救走。小孩继续不睡觉，老人继续讲。故事很长，你来。没有小烟嗷叫，没有鸟叫，也没有四师兄喊吃饭，没有三师兄来给俺梳头。这里怪安静，安静的不习惯。俺也去扎辫子。谁来？你们之中，谁会给孩子扎辫子？为何看老夫？你来。凭什么？他矮，站在地上正好能给俺扎头发。其他人太高，要弯腰，弯腰会腰疼。欧阳早主嘞腰还没好，他们都不想变成他那样。小公主想要什么发饰？辫子，跟俺三师兄一样。好了。俺也去照镜子。大藤老祖嘞储物袋里居然真装着镜子，难怪五师兄天天照，原来是祖传嘞。丑，重扎。还行。明天继续，第一天就能扎成这样，怪有天赋。多练几天，说不定能赶上三师兄一半。俺也去门口蹲马步，1个时辰以后回来，回来要喝热粥，还要配咸菜，咸菜不能太咸，也不能太淡，要刚好。粥不能太稠，也不能太稀，也要刚好。没听见吗？俺再说一遍。他不怕吗？可能怕，怕还练，可能习惯了。
师兄们让俺每天练，一天不练，第二天就想偷懒，偷懒一天，后面就会一直偷懒，被抓也得练。坏人不能耽误俺去修炼。腿怪酸，像2根煮过头的面条，可还能走，能走就中。伤谁是美阳痿，颗心不敢相信，心碎，为不见灯火有味。去练剑，木剑没了。他们抓俺的时候把木剑弄掉了，那把剑是4师兄劈柴时给俺削了，剑柄上还刻着俺名字。魔界赏卯区批罚款250赏批1把，3把起卖还能打8折，俺哥定的价格怪实惠。怪力凑合用。剑怪重，可重剑也有重剑的好，练久了手腕会更有力。等俺回宗门再拿小木剑，肯定轻得像根草。俺也去跑山了。无争于没有山，这里只有城。城外虽有山，但你不能出去。那俺也去绕城墙跑。这城怪大，一圈比天剑宗一座山还远，可不能停。今天停了，明天就会懒，明天懒了，后天就更跑不动。别说话，俺歇一会儿。苦乐都跟随，举手投足不违背，将谦卑温柔成绝对。你错我不肯对，对着不那么甜嘞，汤也重一点。肉还是怪柴。灵米是真怪好吃，在天剑宗只有发财嘞、庆祝嘞，4师兄才舍得煮。平时还是馒头多，馒头便宜，还管饱。这群反派虽然坏，存粮倒是怪好。人们有传讯法去吗？就是能刷论坛的那种。俺也去看看外面咋样嘞。宗主他们追到哪儿嘞？俺也去看看俺哥的伤好没好。没有。那恁知道传讯法器是啥吗？何物？恁们都不知道，恁们简直是活在古董堆里的老古董，连传讯法器都不知道，恁们是不是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嘞？没有便是没有。硫磺之域与外界隔绝，无论谈，无传讯信号，便是普通传讯符，也无法飞出封印。看不到论坛，不知道娘渡劫成功没，不知道哥哥伤好没，也不知道宗主他们有没有找到俺。这里真怪像一个封死了棺材。那咱们有画本吗？行吧，那俺也去荡秋千。秋千，你知不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？这里是硫磺之域，是邪修聚集之地，这里是老祖议事大殿。
上千年来，这里讨论过杀人，讨论过灭宗，讨论过炼阵，讨论过夺舍，从未讨论过秋千。昨日你讨要物资，要药浴，要床，要被子，要睡衣，要枕头，还要听故事。今日你又要秋千？对呀。明日呢？明日是不是要滑梯？后日是不是要跷跷木？大后日是不是要旋转木马？你是不是要把硫磺之域改成游乐场？可是没有秋千，俺也无聊，无聊就会想家，想家就会哭，俺哭起来怪吵，恁们还得疗伤。够了，给他做。这个木头怪好。木板要宽点，俺要坐着不能掉下来，边上不能有刺。捆仙绳，此绳曾捆过大臣，也捆过真正的仙人。现在绑秋千。不对。俺五师兄给俺做了秋千，是在悬崖边，荡出去就是万丈深渊，荡回就能看见好多好多花。这个一点都不高，一点都不刺激，荡出去撞门框，荡回来撞门槛。那你想如何？这里有山，山外有悬崖，悬崖边能看整个无证穴。要是把秋千搬过去，应该怪刺激。左侧高出半寸，再往右移一点儿。你若有意见，自己来打桩。大风越狠，俺心越漾，头发像一缕灰尘，在风里随便飞，让风吹，让它乱。为啥城里面没啥人？老夫喜静。那外面咋那么多人？城外是流荒之域真正的荒蛮之地，向来弱肉强食，修为浅薄之人无法独自在外生存，只能聚集在城池附近，相互依靠，以求活命。你不可私自出城，城外处处皆是危险，一步走错，便可能丧命。知道嘞。怪香。慕容老祖出门，带花，带镜子，带床，还带被子。引谢家族类老祖果然比普通人活得精致。谁来给俺烘头发？温之雅长老说过，能省就省，该别人干力活，俺也去不能抢着干。
谢莫爷爷。莫爷爷脸红嘞，可能几千年没人这么叫过他。俺不笑他，笑了明天没人给俺也去吹头发。俺还要听故事。行，那老夫讲一个很久很久以前。等一下，能知道俺爹小时候的事儿吗？知道一些。那就讲俺爹，讲他小时候咋混嘞，咋长大嘞，又咋当上魔君嘞。你父亲小时候是魔界出了名的纨绔，吊儿郎当，不学无术。别的贵族子弟读书识字，你父亲睡觉；别人习武练剑，你父亲吃饭；别人学习处理政务，你父亲玩儿。玩啥？什么都玩儿。全压本君这只，换一只。玩鸟，玩狗，玩蛐蛐，玩累便睡，睡醒便吃，吃完再玩，玩完再睡。魔界无人敢管。魔界皇族血脉延续艰难，老魔君寿元将尽之时，才得了你父亲这一个儿子。老来得子，自然宠得厉害。要什么便给什么，不给便抢，抢不到便打，打不过便调军队攻。俺爹小时候怪不讲理，但听着也怪潇洒。俺也去天上那颗星星。你父亲想要星星，老魔君差点将天拖出一个窟窿，捅了3天，可惜没捅开。这个看着好吃。他说想吃龙肉，我派人寻遍4海8荒，找了3个月，最后也没找到。算了，殿下，这太多了。赏你的。小人不敢收，您赏多了。那再给本君做一碗。殿下，您还吃得下吗？吃不下还是赏你。俺爹年轻时这么会花钱，比俺哥还会花。俺哥花钱是投资，建矿场，开商贸区，赚更多钱。俺爹花钱就是纯花，花完也不心疼。俺爹怪有钱，所以后来魔界才会穷。魔界继承人怎能如此纨绔？传出去，丢魔界的脸，也丢列祖列宗的脸。终于有人提议让你父亲入军营历练，军营苦，军营累，再纨绔的贵族子弟待上3年，也会变得老老实实。老魔君舍不得他吃苦，只让他在自己身边当小兵，每日工作便是擦靴子，哄父亲开心。升一级，再升一级。老魔君一高兴便给他升官，升了以后继续擦靴，继续哄，哄了便升，升了再哄，哄完继续升。这样也中？他是少主，自然中。东部矿脉归我，西克商道归我，王都税收我要3成。老牌贵族们很高兴，魔界终于来了一个傻子君王。傻子好骗，好糊弄，也好操控。可所有人都没想到，你父亲很能打。他是历代魔君之中天赋最高的，力气最大的，也最能打的。越阶？啥叫越阶？啥
啥叫越界？金丹打一群元婴，元婴打一群化神，化神打一群炼虚，炼虚打一群合体，合体打一群大成，而到了大成期，仍能打一群大成。打到别人不得不服，打到别人跪下叫他爹。后来别人见了他便跑，跑不掉就跪，陛下饶命！跪了便磕头，磕完头便喊陛下饶命。有人还是不服，不服便打，打了便服，服了又反，反了再打。怪不长记性。打了几百年以后，他们终于懂了一个道理：明着反，打不过。所以，咱们就想办法把俺爹困在秘境里嘞。你父亲进入秘境后，贵族们又反了。这次无人镇压，无人追杀，地盘也全都提前分好，东边归谁，西边归谁，南边北边又归谁。地图画了，字据签了，连手印都按好了。分得怪热闹，没想到他很快就出来了，然后把造反的贵族们又揍了一顿。你今天挨打了吗？还没。站住！有的人被揍怕了，揍老实便腿软，甚至揍忠诚了。看到你父亲便哆嗦。贵族见面都不再问吃了吗，而是问今天被揍了吗？俺爹这魔君，原来真是一拳一拳打出来嘞，怪费手。可我们几个老家伙还是觉得不行。老魔君在时，我们说了不算；你父亲继位以后，我们仍然说了不算。到底何时才能轮到我们说了算？可能永远轮不到。所以，我们开始挑拨魔界与修仙界的关系，目的只有一个：打仗。战争会死人，死的人多了，空缺的位置变多了，我们就能把自己的人一个一个安排上去。自己人多，话便好使，话好使，能做的事便更多。不打了，魔界认输。结果，你父亲投降了。啊，然后咱们就逼他一个人赔款。不错，他把整个国库都赔光了，裤衩都快赔了，穷得连军队粮饷都发不出来，军队没有饭吃，士兵跑了一半，剩下一半也在逃跑的路上，穷到连你都养不起。堂堂魔君之女，天天吃糊糊。糊糊是什么？猪食，魔界的猪都不吃。我们原以为你父亲最多再撑几年，没想到他生了一个好儿子，便是你哥哥。你哥哥回来以后，挖矿、建设、发展商贸，整合产业链，魔界3年之间彻底变了模样，从穷光蛋变成暴发户。你父亲又行了，从穿不起裤衩，重新变成穿金戴银。俺野区哥怪厉害，确实是个人才，所以我们只能加快进程，提前布好大阵，设法引走你父亲，囚禁你哥哥，再强迫贵族联名开战。届时两界气运共同炼化，我们这些老家伙直接飞升，后人实力大增，趁机接管两界，一箭双雕。谁知修仙界那几个老家伙不堪大用，提前便被万仙盟看穿。看穿也就罢了，还打不过。如今被堵在硫磺之域，出也出不去，还得给一个3岁半的小孩讲故事。我就说，
你能拿我怎样？战争输了，但无妨，我们还有你。那么还有俺。你父亲这一生实在太顺，有一个好父亲，有一个好道侣，魔界皇族血脉经常数代断层，可他100年之间竟生了2个，还生出了一个混沌灵根。孩子生得好也就罢了，还会自己跑去找宗门，找的宗门虽然穷，但人还不错。是嘞，师兄们怪好，长老们也怪好，宗主也怪好。天剑宗是穷，吃不起灵米，住了也是石头洞府，但那里有俺野趣秋千，有花，有小燕翱，还有所有等俺野趣回家了人。对嘞，幽冥裂缝下面到底有啥？尹七说只有年纪大类魔族才知道。那么年纪怪大，那么肯定知道。上古魔兽。那俺爹能打过吗？不好说。历代以来皆由魔君负责镇守，依靠的是皇族血脉压制，不是与其死战，而是镇住便可。但这次我们将封印。他们动了封印，跌下去了地方有年纪怪大、修为怪高、脾气怪差了上古魔兽。以前只是镇，这次却不知道变成啥样嘞。俺爹会不会有危险？老夫来讲一个。不学，那讲啥？凡阶趣事。凡阶之人过年时，要贴红纸，挂灯笼，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。凡阶的狗会打架，有的狗打不赢，猫会捉老鼠，有的猫也捉不到。终于搞定。师兄们在，长老们在，宗主在。俺爹、俺哥、俺娘全在等俺。今天也还行。扎马步，喝粥，练剑，跑圈，吃饭，泡澡，荡秋千，听故事，一天这样，2天这样，天天都这样。向四师兄揉面，摔下去，拿起来，再摔下去。面摔多嘞，会更筋道；日子过多嘞，只会更无聊。1001，1002，扎马步无聊，喝粥无聊，练剑无聊，跑圈无聊，泡澡无聊，秋千也无聊，连故事都听烦嘞。又有什么？俺去出城玩。不行。为啥？不行，便是不行。俺就要。城外邪修众多，他们最喜欢抓小孩，抓走之后，或用于炼丹，或直接炖汤。俺不怕，俺是金丹。金丹境界的小孩一样有人抓，他们不看修为，只看年龄，越小越好，
越嫩越好。他们说的怪吓人，可我不能因为几句炖汤就退缩。我不是萝卜，哪能说炖就炖？可城外金丹遍地，元婴也不在少数。你一个金丹，打得过元婴吗？金丹打元婴，像拿馒头砸铁锅，锅没事，馒头先碎了。连元婴都打不过，出去做什么？哼，还能跑。宗主说嘞，跑得快比能打更重要。而且能不能打呀？6个大层，2个合体，害怕外面那群邪凶。威压一放，方圆100里的人都得趴下。我们自然不怕，大成一掌便可拍死一片，拍完还能喝一口茶，那不就中了？我们不怕，怕的是你。你若在外面受伤，回来必定要哭，哭了还得哄。哄你，比打架还累。小孩哭确实很烦，比大阵炸了还烦。乖小孩嘞，大层去欺负小孩嘞。恁不是这里的老大吗？老大抓了人质出去挖杂嘞，人质也得出去看看外面的人，人质也得看看外面的世界。人质天天关在屋里会闷出病来。给他出去！你疯了！快滚！谢谢爷爷，谢谢各位老祖爷爷，各位爷爷长命万岁！先哭后谢，宗主说过，能屈能伸才跑得远。别玩得太晚。知道嘞。遇到打不过的，便说你是无争虚诚的人。知道嘞，知道嘞。第一次进城，舍不得3块下品零食，钻累是狗洞，吃累是剩饭，穿累是破鞋。可现在吃灵米，还有蚕丝睡衣，再钻这种缝，太没格局嘞。俺也去上面走。护城镇没狼啊，看来叶爷爷真让俺出来嘞，还是当人质有排面。这小娃娃倒是水嫩，皮肤白得发光，眼睛亮得像星星。谁家的？不像荒域出生的人，倒像从画里走出来的。应当是刚被放逐进来的，昨日还没见过。小娃娃，你刚被放进来的？嗯，进来好些天嘞。犯了什么事儿？还没犯，就被人抓进来嘞。恁呢？杀了一个宗门弟子，抢了他的本命剑，那柄剑值钱，卖了个好价钱。那能怪活该？小娃娃，你生得这么好看，可得小心些。这里的人看见你，可能会把你抓走。抓俺干啥？有的人抓孩子炼丹，还有些人不炼丹，只是喜欢吃肉嫩、骨头软的。那他们打不过俺，恁是咋进来嘞？杀了一个该杀的人。那能跟刚才那个黄牙不一样？有人做坏事被扔进来，有人逃命自己进来，有人好奇进来，然后出不去，还有人一生下来就在这里。他们不知道外面的天是蓝嘞，不知道太阳会亮，也不知道月亮会变圆。这里是他们唯一见过的世界。小娃娃，
你从哪边过来的？无声虚城里出来嘞。打扰了，当我没问过。告辞，告辞。刚才还怕俺被人抓，一听俺也去无声虚出来了，他们全跑了。看来叶爷爷在这里比宗主在修仙界还吓人。女人在叫，小孩在哭，里面有人欺负他们。放开我的孩子！哪儿来的小娃娃？长得还挺白净，走丢了。来，叔叔抱抱。这小娃娃怎么这么厉害？3岁金丹，怎么可能？那可是刁铁山，金丹中期。他在这一片混了好几年，谁见了都得绕着走。他也是金丹，方才出剑时灵力波动很明显。哪有3岁金丹？3岁能引气入体，都算绝世天才。那你解释，他是怎么把刁铁山打趴下的？我哪知道？你问他去。你自己去问，别指。自此开始，荒域第1条规矩：不许欺负女人，也不许欺负孩子。你听清了没？听见了。小娃娃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哼，定规矩了人。小恩人，起来，俺让您起来。能起来呀？俺又不是能了天，也不是能了地，更不是能爹能娘，能归俺干啥？救人就是救人，又不是收徒，俺也不需要别人磕头，磕破了额头还得找药，怪麻烦。姐姐，谢谢。恁多大啦？1岁半。那人比俺小1半。阿旭只是定了条规矩，他们以后不再被欺负，就中。恁们有零嘴吗？没有，辟谷不食零嘴。我等连饭都不吃，吃什么零嘴？只有小孩子才吃，几千岁的大人更不会吃。所以俺也去吃呀，俺就是小孩，这里也只有俺一个小孩。恁们不吃，俺也去吃。那汤呢？恁们有汤吗？俺也去汤。汤，恁们都几千岁了，咋会连汤都没有？没吃过汤，没买过汤，连偷都没偷过汤。几千年来死活，一颗汤都没有。恁么来童年呢？恁么来青春呢？恁么来人生呢？谁有？有，他们肯定有，只是舍不得拿。问一遍不拿，多问几遍就拿嘞。增元丹，甜的。养神丹，酸甜，滋味类似山楂。培元丹也是甜的，比他的好吃。桂圆丹，香甜，比他们的都好。怪甜，怪酸，还行。这个最好吃，有点像四师兄嘞红烧肉。明天俺也去出去。早些回来。知道嘞。不要惹事。俺也没惹事儿，俺只是定规矩。什么规矩？不准欺负女人，也不准欺负孩子。也好，至少比你父亲强。他像你这般大时还在玩蛐蛐，你已经开始定规矩。那当然，俺比俺爹聪明。俺爹3岁玩蛐蛐，俺3岁定规矩，确实是俺比较聪明。去洗一身灰。哦，出去一趟，定了规矩，确实怪脏，
俺也去洗干净，明天接着出去。大禽类伶俐，比晒太阳还舒服，暖暖嘞，一点都不烫。要是每天换一个爷爷帮俺烘，刚好1星期不重样。今日讲一桩尹氏家族旧事。那能讲吧？数百年前，2个家族为争夺一件上古法器，死了几百人，耗费无数丹药、法器与灵石，谁都不肯退让。最后才发现，法器一直在一名散修手中。你们说这个，俺也去垫桌脚，垫了差不多300年，打了几十年，死了几百人，最后抢来东西，一直在给人家垫桌脚。这些尹氏家族，有时候也怪闲。你们有小本本吗？没有字。正因为没有字，才叫本子。这样，拇指、食指、3指，笔杆靠在虎口，手腕悬空。这个刘字咋写？荒字呢？玉呢？日咋写？记咋写？爪子呢？吵架咋写？你说，老夫写。正，先让他写，俺在旁边看，看多了，以后我就会自己写嘞。第一天，俺被抓回来嘞，听老祖们开会，听他们吵架，听他们互相甩锅，又听他们商量怎么重新布阵，商量半天，啥结果都没商量出来。然后俺饿嘞，就打断他们，让他们先做饭，吃完饭要泡药浴，泡完要烘头发，睡前还得听故事。8个几千岁嘞老祖，让俺一个3岁半小孩，支指的团团转。咋不写嘞？第二天，照常锻体，扎马步，喝粥，练剑，跑山。不对，把山划掉。硫磺之狱没有秋千，是8个老祖给俺做嘞。慕容老祖出木头，魔界3个老祖出弓，叶爷爷出捆仙绳。荡完秋千，泡澡，睡觉。睡觉前还要烘头发，还要讲睡前故事。7个老祖轮流烘，轮流讲。叶爷爷不讲，所以只有7个。我的行侠仗义手札，第一次拯救孤苦无依的母子，成绩胜，心得：弱小不是你欺负人的理由，这个世界永远有比你更强的人，能力越大责任越大，可不能因为他求饶就不惩罚，犯错首先要承担后果。第二次拯救采药女小恩，俺爹有句话说得好，敌众我少，该跑就跑。是，我也知道跑不太好看，毕竟小命最重要。半个月后第3次。还有第3次啊？那当然有第3次。展示实力的方式有很多种，别的不说，跑我必须第1名。这一竖歪了。写字也要行气，气入手腕，再灌入笔锋。写字也怪难，轻咧眉墨，重咧破纸，比练剑还不好控制。诗读起来要顺，背起来要熟，词要美，唱起来要甜。仙童吹踏云鹤角，我牵古马踏风条。自己练，写1000遍，写完再来找老夫。认字500个，常用嘞基本都认识嘞，能写嘞不多，可每一个都写得很潦草。儿歌30首都是孙爷爷教嘞，调子全跑偏嘞，但词我没忘。写备注，因字迹歪斜仍需代笔。除了写字，
我也去每天照常修炼，跟在天剑宗一样，扎马步、跑圈、练剑、泡药浴、荡秋千、吃糖丹药，日复一日，一天没停，一天没偷懒，每天都怪充实。字还是歪歪扭扭，还是需要代笔，练了5个月，进步不大，大概是没有天赋。好嘞，先记这么多。我出去玩嘞！早些回来。知道嘞，字还得继续学，剑也得继续练，规矩还没传到整个荒域，忙着呢。金丹中期，你出门时不还是初期？为何回来变成了中期？或许是丹药服用过多，那些丹药每一颗皆价值不菲，他却当成糖每日服用，灵气长期集聚于丹田，如今彻底炼化，便自然进阶。不止丹药，那些药浴材料都是我等积攒数千年的珍藏，泡一次抵得上常人修炼1年，他泡了近半年，足抵旁人100年苦修。还与实战有关，日日交战，月月月劫，从城门附近一直打入荒域深处，灵力运转越来越熟练，经脉也在一次次战斗中被拓宽。还有一种可能，他本来就是混沌灵根。常人吸收煞气，轻则心神受损，重则走火入魔；吸收死气则会侵蚀生机，修为倒退。他却不会，煞气可转为灵气，死气可转为生机，全都被混沌灵干炼化了。难怪，在硫磺之域这种地方，旁人100年也未必能够提升一阶，他却只用不足半年，便从金丹初期进至中期。那是别人，俺师兄说过，俺天才中灵天才。以前是师兄们说俺天才，现在连这些老祖都不反驳，说明俺真是。快帮俺记下来。今天俺突破金丹中期嘞，大概是因为我救了一对被人欺负的母子吧，所以我突破啦。我金丹中期嘞，就这么嗖一下就突破了，顺便还拯救了一个堕落的灵魂，多么值得纪念的日子啊！备注：今天起我同灵无敌，跳级挑战诸天元婴皆可挑战。元婴与仙相差甚远，气势得有。好嘞，明天接着。不休息，你每日不累吗？腿不酸，胳膊不疼？疼呀，可待在城里更无聊。俺待在这儿，每天就看他们打坐。8个人闭着眼一动不动，像8尊石像。明天俺上城。你如何知道是明日？俺自己算嘞，从被抓来那天开始，一天一天数，一天没漏，一天没差。俺数了5个月嘞，俺不能忘。忘了日子，就不知道啥时候4岁，也不知道离家多久。只要每天数，俺知道，外面嘞人也等俺5个月了。没有宴席，没有客人，没有烟花，也没有师兄们，只有8个抓俺坏爷爷，还有俺。可这是俺4岁生辰，总得过。老夫此生从未进过厨房，这是第一次。不好吃也必须吃完，不吃便是不给老夫面子。俺吃。怪长。哼，长寿面自然要长。面怪硬，咬不动，嚼不烂，比昨天那块妖兽肉还费牙。可今天是生辰，不能不给慕容爷爷面子。怪
海水，喝一口，嗓子都咽入胃嘞。蛋怪好吃。金乌玄鸡蛋，整个修仙界，金乌玄鸡不超过10只，1颗蛋足够普通修士修炼3个月。长修为了。谢谢慕容爷爷。一品进阶丹，修炼遇到瓶颈时服下，可帮助突破一个小境界。这种丹，司徒策以前也给过俺，听说一炉成本就得10万上品灵石，这一瓶俺不敢算。虽然你未必会遇到瓶颈，毕竟像你这种人，瓶颈见了都要绕道走。谢谢司徒爷爷。融入天外云铁，掺入星辰沙，又以万年蚕丝制成，试试。不错，极品防御法衣，可抵炼虚期强者一击。炼虚一击，那不就是娘现在的境界？穿着这个，让娘的雷劈一下，应该不会死嘞。谢谢上官爷爷。储物手镯，比储物袋方便。滴血认主以后，偷不走，抢不走，旁人即便拿到，也无法使用。好了，是你的了。什么都敢亲，若是有毒呢？岩溪骨笔，以高阶岩溪兽脊骨制作，内部蕴含厚土灵力，绘制镇魂符、遁地符等土系符箓时，可稳定符文，不易溃散。可俺不会画符呀，俺连符纸都没摸过。无妨，从今日开始，老夫教你。俺也能学，俺有画符的天赋吗？天赋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谁教。符箓一道，老夫若排第2，便无人敢排第1。教一个小孩画符。谢谢莫爷爷。这是啥？上古炼丹秘籍，传闻由道祖亲手所书。你是老夫之后第一个翻开此书的人，旁人求看，老夫不允，你随意看。可俺不会炼丹，老夫教你，省得你天天出去打架，打赢了受伤，打输了更伤，不如炼丹。炼丹不受伤吗？炼丹也是伤。可俺没有丹炉。老夫有8个：青铜炉、紫砂炉、玄铁炉、灵玉炉。你喜欢哪个便用哪个，不喜欢了便换。行，谢谢程爷爷。这是阵法秘籍。鸿蒙万象阵道，上古大阵秘典，可演化天地5行，亦可布天地万象。学会以后能布啥阵？哦，难怪能不能布出炼化2界的大阵。什么都能布，困阵、杀阵、换阵、传送阵，不是你们，是老夫。他们只是负责寻找材料，真正布阵之人是老夫，厉不厉害？厉害，超厉害嘞！魔界多少贵族求老夫出山，如今老夫愿意教你，你便偷着乐吧。谢谢孙爷爷。画符有人教，炼丹有人教，阵法也有人教。俺过个生辰，突然多了3门课，礼物怪贵，作业估计也怪多。想要什么？值钱嘞，越值钱越好，越贵越好，越稀罕越好。好漂亮嘞，石头！白得五彩斑斓。极品灵石。极品灵石，俺以前没见过，魔界没见过，天仙宗也没见过。别说真雷，连听都很少听。现在叶爷爷一次给俺1008颗，谢谢叶爷爷。俺现在有法衣，有丹药，有手镯，有符笔，有丹书，有阵法书，还有1008颗极品灵石，俺好像发财嘞！好啦，生日宴会到此结束，我要出门啦。今天4岁生辰呢，还要出去吗？当然啦，
啊，立规矩的是我，总要看看有没有人破坏规矩的事啊。早些回来。知道嘞。4岁第1天，还有新衣服，有新礼物，还有好多新本事要学。不过学习之前，先庆祝一下。